父亲在深夜偷偷撩开女儿的被子，拿着手电从脚丫开始一路往上看，可就在看到大腿根部的时候，女孩突然醒了过来。 시방 뭐 도는겨? 오밤중에 딸내미 치마 걷어 올리고 뭐 도냐고. 말을 하라고 이 씨발놈아. 말을 하라고 이 개새끼야! 아 씨발! 야! 尖叫声吵醒了家里的人，女孩当着奶奶的面依旧在骂父亲，甚至扬言要亲手杀了他。而老崔见状却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作为警察的他始终想不明白，平时一直乖巧听话的女儿，今天怎么会变得如此反常？明知自己对鱼肉过敏，可中午却一口气吃了8条鲤鱼。而老崔刚才只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过敏症状，可就算腿上已经长出了红色斑点，那也不至于性情跟着发生变化吧？奶奶觉得女孩一定是中了邪，必须要找个巫师给看一看。然而还没等到他们自己去找，一个叫黄大仙的人恰好从门口路过，他看这家阴气比较重，于是主动走了进来。而当他看到女孩一脸桀骜的样子时，便知道她肯定是被人下了诅咒。接着黄大仙在院子里一顿寻找，最终目光停在了远处的酱缸上，他让老崔将其搬过来，然后拿起一根木棍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酱缸砸了个稀巴烂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缸里的大酱竟然变成了一滩水，另外还夹杂着一只乌鸦尸体。众所周知，大酱在韩国料理中可是灵魂的存在，那么在这里面搞鬼，就跟下毒没什么区别。于是黄大仙开始询问老崔，最近有没有得罪过奇怪的人。此话一出，老崔立马想到了一个日本人，最近办案时的确和对方发生了不愉快。可没想到黄大仙听完来龙去脉后，却表示那个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只丧尽天良的恶鬼。原来老崔最近在处理的案子都十分怪异。第一起案子是凶手把邻居夫妻残忍杀害，俩人加起来一共挨了27刀。而当老崔赶到的时候，凶手竟跟个没事人一样坐在邻居门前一动不动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身上还长满了脓疮，翻着白眼的样子像是丢了魂似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崔又在凶手家里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：乱糟糟的床铺周围点着蜡烛，地上有几只恶臭的乌鸦尸体，像是在此做过什么邪术。另外家前还挂着一株骷髅形状的蘑菇。按照现场的这些东西，老崔猜测凶手应该是吃了毒蘑菇，导致精神错乱，最后对邻居痛下杀手。不过这只是老崔自己的想法，具体情况还要等法医的鉴定报告。然而还没有等到结果，第二起凶杀案又发生了。这次凶手是村里的一个女人，她点燃了自己家的房子，活活烧死了丈夫和2个孩子，而她也仿佛变成了疯狗，看见人就咬，甚至还把老崔扑到地上。好在同事及时将人拉开，不然老崔非得当场吓尿。事后经过调查，女人的家人并非死于火灾，而是被人用刀所杀，女人自然就成了最大嫌疑人。然而就在警方要抓人时，她却提前吊死在了村口的大树上。警方认为她是畏罪自杀，但有个村民却告诉老崔说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全和山上居住的日本人有关。按照传闻说，当时有个猎户上山打猎，却无意间撞见日本人在生吃鹿肉，那茹毛饮血的样子像极了恶魔，所以村民怀疑这2起案件都是日本人干的。不过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，老崔根本不信这套说辞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调查火灾现场的时候，偶然在这发现了个年轻女子。她说自己目睹了所有凶杀案，凶手就是山上的日本人，他有着迷惑心智的能力，简单点说就是他能操控人去杀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老崔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。既然都说是日本人干的，并且还有个目击证人，于是他打算先汇报给上级。可没想到打个电话的功夫，再转头女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后来老崔和同事聊起了这件事，同事的意思是先找到猎户，让他带路去见一见日本人，真相不就一切大白了吗？可没想到3人刚来到山上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，猎户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起来后先是一顿臭骂，然后就执意要往回走。老崔刚想去拦，一道闪电突然劈在了猎户身上，可把老崔和同事吓坏了。他们连忙将人送到了医院，恰好又在这碰到了第一起案件的凶手。此时他浑身抽搐，很快就暴毙而亡。这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导致老崔每晚都做噩梦，全是日本人要吃他的画面。于是他专门找了个会日语的小神父，带着他和同事再次上山，并且来到了日本人居住的地方。但日本人并不在家，只有一条虎视眈眈的大黑狗。见他造不成什么威胁，老崔悄悄打开了房门，可刚进去就傻眼了。只见屋的正中间摆放着神龛，祭台上还供着一颗山羊头，根本搞不懂这是在干什么。而另一边的同事也有了新发现，他进的这个房间贴了满满一墙死人照片，并且最近几起案件的凶手被单独放在了烛台上。同事被这一幕吓得久久不能平静。而也就在这时，日本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，搞得老崔几人好像是小偷，刚好被警察撞了个正着一样。这场面着实有些尴尬，不过好在日本人什么都没说。几人见状赶紧逃离了现场。回去的路上，老崔见同事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，于是就问他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同事说他已经确定了日本人就是幕后真凶，并且他还说日本人的目的是杀死全村人。起初老崔根本不信，直到同事拿出一只鞋子，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这只鞋上写着他女儿的名字。原来当时同事看到的不只有照片，还发现屋子里堆了很多人的衣物，这只鞋就是从那捡来的。而同事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老崔的女儿被日本人下了降头。于是老崔赶紧回到家中，询问女儿是不是见过日本人。可没想到女儿却说나가 왜 말해야 돼? 중요한 문제께 무엇이 중요냐고. 도대체가 무엇이 중요냐고. 무엇이! 그게 중요하냐고!
这是老崔第一次感受到女儿的恐怖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的原因，但为了女儿的安全着想，他还是在第二天带着人再次来到山上，却发现屋内的照片还有衣物全都不见了。老崔质问他把东西藏在了哪里，可没想到日本人却一声不吭，气得老崔拎起斧子，先是在屋里一通发泄，最后还把大黑狗砍死了，并威胁日本人3天内离开这里，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崔家门前被挂了一头死山羊，老崔也离奇中风，全身不听了使唤，家人只好带他去诊所针灸。而就是在这期间，交给邻居照看的女儿突然发疯，用剪刀捅伤了邻居阿姨，并且从这之后，女孩就变得非常奇怪，一顿能吃8条鱼不说，身上还长满了脓疮。而就在老崔不知要怎么办时，黄大仙主动找上了门，他给女孩做了一场驱魔仪式，拿着柳树枝在女孩身上抽打，疼得女孩不停地大喊大叫，最后竟然直接晕死了过去。随后老崔就把日本人的事告诉了黄大仙，黄大仙听后表示，这个日本人是个非常难缠的恶鬼，你们村里的命案应该全是他干的，如果不及时除掉的话，全村人都将死于非命。而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黄大仙说他可以做一场大法事，但这需要1000万韩元买祭品。老崔听后立马心领神会，说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那个日本人明明是个大活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一只恶鬼呢？黄大仙解释道，说日本人根本就不是活人，而是被野鬼上了身，至于他为什么要害人，甚至是折磨老崔女儿，黄大仙也给出了完美解释。 자네 낚시할 적에 뭐 어떤 게 걸려 나올지 알고 그런가? 그놈은 낚시를 하는 거요. 뭐가 딸려 나올지는 몰랐겠지 지도. 그놈은 그냥 미끼를 던져본 것이고 자네 딸내미는 그곳을 확 물어본 것이요. 그것이 다요. 黄大仙买了很多做法事用的物品，很快就到了跳大神的时间。虽然这件事听起来比较严肃，但我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，所以这段还是请大家自行观看。就在黄大仙施法的同时，日本人也杀了只黑公鸡，坐在地上不停地念着咒语，好像是在和黄大仙隔空斗法。所谓两者相斗必有一伤，可他俩还没到达那个境界，老崔的女儿却提前受不了了，她发了疯似的在床上挣扎，嘴里还不停喊着要死了。老崔见状急得不得了，而此时黄大仙又拿出一个人形木桩，往哪个部位钉钉子，女孩哪里就会发生剧烈的疼痛。另一边，日本人也遭受着同样的折磨，很快就因疼痛倒在了地上。但对此毫不知情的老崔，看着女儿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开始怀疑起黄大仙的本事，做法灭鬼怎么灭到女儿身上来了？之前从没有提过这件事啊！于是心急的他竟然直接推翻了祭台，强行停止了黄大仙的法事。这次驱魔以失败告终，日本人很快恢复过来，可女孩却因此成了植物人。医生能做的就是输点营养液，对这种邪事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无奈的老崔只能找神父寻求帮助，可神父却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无能为力。而关于日本人的事，神父让老崔相信科学，毕竟只有自己亲眼所见，才能证明一些事的真实性。老崔听这话有点道理，于是第二天找了几个朋友，带着家伙事再次来到山上，说什么也要弄清日本人到底是不是鬼。可这次他依旧没在家。就在老崔在附近寻找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个奇怪的村民，他像喝醉了酒一样，晃晃悠悠地朝老崔几人走来。直到走近后才发现，这人根本不是醉汉，而是个满脸脓疮的丧尸。他二话不说，抱住一个人张嘴就咬，即便是面对多人攻击，依旧是不肯撒嘴，甚至最后凭一己之力打倒了所有人。眼看着丧尸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被吓破胆的老崔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。然而下一秒，只听咔嚓一声，丧尸一头栽倒在地，浑身抽搐着死了。就在老崔疑惑之时，突然瞥见了远处草丛里的日本人。很显然，这一切全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几人都非常愤怒，站起来就开始追，势必要让小鬼子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可一直跑到悬崖边，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摸着。无奈之下，老崔几人只能打道回府。殊不知，日本人刚刚从悬崖边摔下去，身受重伤的他大口喘着粗气。庆幸自己没被发现时，之前的年轻女子再次冒了出来。她看着狼狈不堪的日本人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老崔带着朋友正打算前往医院，谁知半路有个东西从天而降，砸碎了汽车的挡风玻璃。下车一看，竟然是日本人的尸体。没想到传说中的恶鬼就这么死了。于是老崔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尸体扔到了护栏外。他根本不在乎日本人怎么死的，反正只要死了就行，女儿受不到伤害了就行。但他并不知道，这种心态反而导致了悲剧发生，甚至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。就像黄大仙之前说的一样，鱼一旦咬了钩，就算挣脱了也会掉层皮。老崔来到医院，女儿果然恢复了正常，这也验证了他的想法，始作俑者一死，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同时他也反应过来，黄大仙就是个没本事的骗子，所以当黄大仙给他打电话时，他想都没想就挂断了。反正事儿已经解决了，打算从此安安稳稳的当警察，再也不和这些江湖人打交道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他的一个同事出事了，症状和刚开始的几起案件一样，他捅死的是自己母亲。与此同时，联系不上老崔的黄大仙开车来到了老崔家里，刚想进门去找老崔，年轻女子却从另一边走了出来。
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搞得黄大仙又是流鼻血，又是不停的呕吐。紧接着女子说了一声鬼，黄大仙就被吓得撒腿就跑。回到家后，甚至收拾起行李，准备连夜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。可车子开到半路，突然遭遇到飞蛾扑窗，下车后却又什么都没有。他瞬间明白过来，这是有人故意不让他走。于是黄大仙决定返回村子，路上再次给老崔打去电话，说他从一开始就算错了，日本人根本就不是鬼，真正的鬼是那个女子，而日本人其实是个驱魔巫师，他的目的是拯救被女鬼所害的人，并且刚才女鬼在你家门口转悠，我担心会对你的家人动手，所以你赶紧回去看看。听到黄大仙这么说，老崔也开始害怕起来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。可惜终究是晚了一步，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。心急的他赶紧出门寻找，却在一个路口撞见了年轻女子。老崔质问他把女儿弄去了哪里。老崔闻言正要往回走，谁知却被女子叫住，而女子接下来的话再次反转了剧情。她说日本人就是鬼，黄大仙和他是一伙的，你既然出来了，就千万不要回家了，因为日本人等着灭你满门呢。女子告诉老崔说日本人很快就会进到你家，不过我已经做好了陷阱，等到鸡叫3声你再回去，到那时一切就会结束。两方人马各执一词，老崔不知道该相信谁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黄大仙打来了电话，让他千万不要被女鬼迷惑，你的女儿现在有危险，赶紧回家去救她。此话说完，鸡恰好叫了2声，等不及的老崔正要离开，女子却一瞬间出现在他身后，直接拉住了他的手。那股凉意瞬间惊醒了老崔，让他更加确定了女子就是鬼，并且老崔还发现女子身上穿的竟然是死人衣服，她身后还有自己送给女儿的发卡。老崔绝望地跑回家中，但是一切都太迟了，妻子和母亲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，而女孩则手持剪刀，神情木讷地站在原地。很明显，老崔也即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黄大仙拿着相机出现在了老崔家里，而还剩下最后一口气的老崔，直到这时才终于明白过来，黄大仙就是日本人的走狗，是他错怪了年轻女子。不信你看，黄大仙在拍完照片后，回到车上时不小心打翻了盒子，里面的照片洒落在地上，竟然和日本人的照片一模一样，这就足以说明他和日本人是一伙的。日本人在暗地里把村民变成疯子，操控着他们去杀人，黄大仙则在明面上帮着下诅咒，完事了再跳大神挣钱，顺便利用跳大神的时间，配合日本人把拍到的死者照片，用某种邪术将其变成丧尸，俩人共同残害人间。而那个女子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她真的是一只鬼，但却是一只想守护村民的好鬼。凶案现场每次出现的骷髅蘑菇，就是他口中制作的陷阱。他试图拯救每个受害者，可是人们却把蘑菇当成了病毒，无奈之下只能穿着死人衣服现身。可惜最后还是没能得到老崔的幸运，所以他才会如此崩溃。这部韩国电影《哭声》，每个人看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，他想表达的东西也有很多，但不管他有多么高的深度，我只想用一句话概括：日本人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